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本节目由3重真萃3地域户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就算是个路人甲，谁也要翻身吧。浪花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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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谁不是个路人甲？谁又有资格评价？任他吧吧吧吧吧吧吧啦啦。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本节目由3重真萃3地域户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听个段子电充好，感谢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比亚迪汽车赞助播出。轻松爆梗随口来，一口维他爽开怀。感谢真茶真柠真爽的维他柠檬茶赞助播出。华为 Pura 90系列新一代2亿智拍旗舰，2亿智拍一出手，追星大片跟着走，为健康做好药。本节目由东阳光药赞助播出。土地有温度，美食有态度。感谢爆笑零食好 homie 10个晴天美食小铺赞助播出。欢迎来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问题出现，我在告诉大家。欢迎任科。这个赛段有意路对抗赛，明哥睡眼惺忪，法学正义的人不用学，坏的人学不好。这孙子是不是点我？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父母和这么爱负责任的情侣？他给我报价120，我脑子里面在想啊，120啊，这也太贵了，我要不要说120好贵？rapper 过去直接，矮人没有了魔咒，他家有个魔镜，问他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魔镜啪给他嘴巴，他全世界你在你家排第7。周杰伦跟我一样乐观，他那首飘着小黄花的歌居然不叫发大水，叫晴天。恭喜海宇、王悦直接晋级。比如父母总是催婚，我说没事儿没事儿，到点我肯定把张凌赫领进门。蜗牛查到了法国，这里的餐桌十分恐怖，麻木不仁的法国人呐！这个吃蜗牛的社会。我每杀一个人，就会把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刻在我的墙上。还有这个3，谁会在死前说3啊？3、2、1，跑！3。上半场告一段落，差25分，比赛继续。欢迎大家回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欢迎大家。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笑点稳稳接住，成长稳稳守护。感谢让宝宝成长有底气、上场有实力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我们第3赛段有意路对抗赛比赛继续。而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也是咱们东北作品里经常会出现的那一类人物啊，不服不忿的那种，保持愤怒的那种。掌声欢迎翟佳宁。大家好，我是翟佳宁，谢谢。朋友们，我上一个赛段讲了自己粗糙这个事儿，然后呢，我这个赛段准备为我的原生故乡发声。我是一个东北人，东北这整个地区从来没给人留下过精致的刻板印象，你发现没有？一直比较粗糙，甚至有些野蛮。我认为这件事儿跟近几年的影视剧作品有撇不清的关系。有一个事儿我很挑理，朋友们，我平时很喜欢看那种悬疑电视剧。我就发现啊，就近3年我看的大部分悬疑电视剧，那个受害者都死上世纪90年代东北炼钢厂里头了，基本上都是那个极端的人干的。我看了有几个跟我爸年轻时候长得一模一样。漫长的季节，平原的摩西，我搁里头都能看见鞍钢的锅炉啊。我都查过，朋友们，这事儿很不合理。90年。辽宁省 GDP 是全国第4，上海全国第8。但是在90年代电视剧里，上海演的是繁花，东北还在杀人。就感觉在有的电视剧里，钱都让上海人挣了，人都让东北人杀了。
上海永远黄河路，东北永远黄泉路啊！讲这段子就想送给双雪涛老师，真的，这些作品你可没少写，双雪涛老师。真的，双雪涛老师在这个东北犯案率作品里头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一个最出名的作品叫什么？刺杀小说家是吧？真狠起来连自己都杀。朋友们，你要像平原的摩西、漫长的季节，这些都还好，我都能接受了。起码他名字比较高雅，有点文艺气息。我看今年他为了贴东北人脸啊，已经开始不装了，从电视剧名就开始骂了，直接叫低智商犯罪了叫。低智商犯罪我里头东北人就负责低智商啊。泽华、新仔、老舅、雷佳音、烧饼。你下一步还怎么起名？你叫东北傻子来犯法不就完了吗？就负责低智商东北人，那里也有犯罪，那里的大 boss 是谁？王传君演的是吧？王传君是上海人。影视剧给咱们刻画的印象非常死板，这么多年了，我活了32年了，没见过哪个影视剧刻画过东北的都市和现代的，没有。你见过哪个电视剧叫东北都市浪漫情感大戏的？东北情感大戏叫乡村爱情。哇，你就感觉电视剧里东北的城市一直在杀人，完了大家一到农村就快乐的相亲结婚生孩子。东北人好像找到了平衡人口的动态方法。朋友们，哎，这是一部分。东北人不精致的第二个原因跟自己有关系。我发现东北人特别不会起名字，尤其是在商业上。我在上海陪女生去过美甲店，我发现那些美甲的命名啊非常精致，什么16切天鹅湖圆钻、网红氛围感海洋裸钻。我去过铁岭一个美甲店，大姐的分类简单粗暴，闪钻、假钻。你在上海问那些人钻有什么区别，那店主会告诉你这个适合冷白皮，那个适合暖白皮。我问大姐闪钻跟假钻有什么区别，她告诉我这是玻璃，这是塑料。这句都是我编的。大姐原话是：你个男的也不贴钻，不买就给我滚，听见没？不会精致的包装，完全不会。东北有一个最出名的衣服叫皮草，对吧？我很挑理，一个东西原材料都火了，没有一个奢侈品牌。我一直怀疑东北原来也有路易威登，他就不会起名，叫老陆家裁缝铺了呢，就进批发市场了。真的，很多精致的概念咱们也不会。最近几年是不是流行那种全什么什么宴的饭店？羊肉为主全羊宴，以螃蟹为主全蟹宴，素食为主全素餐厅，人均消费都过1000。我回鞍山，我发现那些以猪肉为主的原材料餐厅，凭什么就叫杀猪菜啊？杀猪菜一听是不是大米饭就随便管他要？我还真吃过全素餐厅，朋友们，全素餐厅2个人花了2900块钱。2900块钱一顿饭，吃完之后去马路对面花15块钱买肉夹馍才吃饱的。我就问领我去全素餐厅那人，我说凭什么这种高档的饭店这么贵？他说仔，这种高档的饭店很多都是高端商务人士谈上千万上亿的大项目，来这儿有高度的私密性。朋友们，真的，我认为纯扯淡。高端的饭店是私密性最差的地方，就你俩人吃饭，8个服务员转圈服你，有一个嘴碎的啊。反而朋友们，我认为全世界私密性最好的饭店就是杀猪菜，就是那种没有包房全是大厅的杀猪菜，你随便谈都在大声喧哗，没人听清你讲什么玩意儿啊。朋友们，你想想，最近几年有很多明星塌房那个录音，哪个是搁杀猪菜里传出来的？对吧？你随便录啊，我放出来全是脏话那玩意儿。你别说录不清，那都在抽烟，看不清你人在哪儿呢都。那才是私密性最好的地方。而且朋友们，退一万步来讲，就算你在杀猪菜里谈上千万上亿的大项目，被旁边人听见了，也根本无所谓呀。所有东北大哥都在那吹牛皮呀，搁那呀。我的妈！你谈上亿项目，你都上不去人那桌啊，那桌俄乌战争。那头中美关系，那头中东局势，你只谈钱。
朋友们，你想，就哪怕那些塌房进监狱的明星，就在杀猪菜里拍着旁边大哥肩膀，大哥，我逃税2个亿，大哥，你逃2个亿，我们刚杀人啊！祝各位生日愉快，谢谢。谢谢翟佳宁。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咱们先问问这个共鸣肯定最深刻的双老师吧，始作俑者，平原上的摩西的作者。我听翟佳宁这个作品，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鼓掌，就是我那个点我都找不好，因为他说的是大部分挺准确的。哪个不准确，老师？您说我改。不准确的私下告诉你。好。就当时我最早年写的时候，其实那个罪案是一个悬念啊，它不一定是一个警官，对。但现在可能它就变成了一个警官。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你的讽刺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现在东北的犯罪题材其实并不是最高峰吧。可能前2年更多一些，我觉得现在这几年正在慢慢的减少。另外我觉得文学、电影、剧集最重要的还是新嘛，就即使他用了一个模式，但如果在模式里翻出了一个新的东西，它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您写了一部分，还有那个班宇和郑直老师，他们俩还功不可没。对。而且我觉得那个佳宁有很多的部分，他一笔带过部分其实也很有意思。然后后边讲那个烧烤店，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对，我每次回沈阳，我去那个烧烤店吃饭，其实我真听不清我那朋友说啥，就我主要听都隔壁桌，就聊的事儿比我们确实大不少啊。而且我觉得他比我在那个手机上看要瘦，帅，对，帅。没。怎么最后到了这么客套的环节？我也觉得他比那个在手机上要显得瘦小一点，因为我看他是很有力量的，但很帅。谢谢。他本来就是那个气场很足，感觉他应该很高大。对。现在依然那个力量感出来了，非常好。我后边一个片子就是在东北杀人的故事。我当时看你以后，我就在那琢磨适合哪一个，你知道吗？东北基本上这2年影视剧里都是刀人啊。到底是为什么呀？而且《漫长的季节》甚至是在昆明拍的。对，《漫长季节》是昆明拍的，但是演的是东北的故事，那个取景都是昆明炼钢厂。确实，好像90年代的这个东北是一个特别肥沃的创作的土壤，因为经历过很多，就是大的事儿也好，到具体家庭的也好，是啊。因为我特别有共鸣，是因为我前段时间真的跟朋友在聊，我说为什么东北的影视作品全都是关于悬疑的，怎么就没有一点清新点的，或者是治愈的？咱们小时候有马大帅和东北一家人，这玩意儿现在不拍了。原来小时候东北人活雷锋，现在活阎王了变成。听大家说段子的时候，会有一种他就整个人在燃烧的感觉，就是你还是那个给人的力量感是很强的，而且真的觉得你是有担当。你第1期播的时候，你不是在说你有担当开场什么，这次又为自己的家乡担当了。那也没有啊，这不是家乡也给我素材了吗？我跟家乡相互利用，他是。对。所以是源泉呀，这一个地方给了他那么多的创作源泉，还是东北其实还是一个性格特征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可能创作的时候大家比较愿意用。我觉得这某种意义上，其实大宅今天这段作品跟双老师那些作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同一类作品，就是向我们更多的人介绍东北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只有这个作品越来越多，才能让大家更深入、更鲜活的了解东北。行，那就谢谢翟佳宁，谢谢。请先回到我们身边。大家就是也是调侃嘛，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相遇到了，还是会相互尊重的，然后拿刻板印象开个玩笑，也挺好的。我觉得他的创作理念是以一个东北被刻板印象的人的角度，介于提出刻板印象，然后来反驳刻板印象。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1、2、3、4，我爱辽蓝。神水之阳，我心向往。嚯，你们都是一套一套的啊！我小时候那豆腐脑是有一个人骑着车卖的，跟后边挂着那2个桶。我是怀念那种街道的安静。我姥家窗外那个街道，一到晚上8、9点，天一抹黑，没有车，没有人了，我就愿意站那个阳台去看外面那个街道，就只有路灯。3号街是我人生第1份工作的地方。我去的第1年还热热闹闹的，
然后随着电商的发展，他就没有人去那儿买东西了，但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就还得在那儿坚持干。它其实很像东北的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在10年内的一个快速缩影。我是鹅黄色。老小区改造之后，会把每个那个小区加一层保温层，保温层外边之后再刷上的颜色就都是那种鹅蛋黄色。我应该是黑色和灰色。我从小在工厂待的时间长了，工厂就是黑灰，烟囱冒烟呐，还有炼钢什么的，对，包括那个鞍钢的劳动服就灰色的。雪半化不化的时候，像那种黑色的那种沫嘛。我们回去之后都是冬天，就出去到哪儿都是强风冷气的，好多年没在东北过过夏天。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对吧？其实东北的夏天很舒服，我觉得是挺好的。也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文学气息浓重，物美价廉的。东北是一个我暂时回不去的地方。那下一位要登场的这位朋友，台风就跟大宅截然不同了，他是台风虚弱啊，台风非常虚弱，但是身兼数职，曾经给我们介绍过他的很多奇思妙想。我们掌声有请王凯峰。谢谢大家，我是王凯峰。谢谢。我首先非常喜欢今天这个赛制啊，我们是上一轮1v1对决的2个选手，这一组组成了队友，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我觉得世界杯如果这样比的话，那阿根廷和佛得角会一同步入下一轮。我这一轮最大的收获就是和肉食动物结成了这个队友，他们是2个非常好的我的2个忘年交的朋友，现在是。忘年交。然后我们的组合名字叫风味肉食，我也非常喜欢。就我负责风味，他们负责肉食，我们是绝配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观察过自然界的风嘛，风也是一个非常贪婪的饕餮，因为它会把食物的味道先吹起来，自己品尝一口。哪有什么锅气，那是风在偷吃而已。我今天想用一个娓娓道来的风格给大家分享一个自行车的故事。我这段子是这样写的：首先，我有一个骑了13年的老自行车，这个车我非常喜欢，但是很破了，那个车脚蹬子都磨平了，那老蹬子老难蹬了，所以我平时也不锁，没有贼会惦记我这车。我这车有锁我不用，我就挂车上当摆设。后来锁丢了，我就明白这车肯定丢不了了。高中的时候，我骑车挑战过北京的4环，4环它有60多公里，我当时是一口气骑完。我和我高中最好的朋友叫李哥，我们一块儿骑的。李哥是身体真的特别好，李哥是1年4季都不穿长裤的，他冬天也穿短裤啊。一说要骑4环，李哥兴奋的腿毛都立起来了。我们当时从北4环的那个北京大学出发，骑一圈回到北京大学。北大是终点也是起点，我们俩就像北大的毕业生一样，后来谁也没考上北大，但我们始终以北大为荣。骑完那个4环以后，李哥又开始准备要挑战5环。我问他说：“李哥，咱都骑过4环了，你为啥还要骑5环？”李哥思考了一下，然后说：“因为5环它比4环多1环。”我说：“您才是真的5环之歌啊！”那个5环路况非常复杂的，很多地方都是乡道，一个不小心，李哥就和乡道上的乡民相撞了。谁能想到多的这一环是险象环生的环？李哥受了一些擦伤，人没大事儿。他其实都没必要受擦伤的啊，谁让他非得穿短裤？乡民也没事儿，因为乡民是机动车，乡民全责，全程都在责骂李哥。而且还讹了李哥200块钱，李哥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0年以后，北京取缔了3轮摩托车。那一天，李哥往朋友圈分享了一首《好日子》。最敬佩李哥的就是，骑完5环以后，他又开始研究如何骑6环。我都不敢想象，他要是真的拿下了6环，他下一步该干嘛了？
下一步7环，7环这么近那么美，李哥骑河北。8环李哥该周游中国了，9环环游世界，李哥走赤道。10环李哥该上天了，10环李哥会变成一颗短裤卫星，绕着我们一闪一闪亮晶晶。当然了，前面这些环如果李哥又出了车祸，那他也会直接变成天上的星星。好在他后来没能骑成6环，因为他后来发现6环压根儿就没有辅路，没法升级路。李哥后来就开始升级车，他是后来把他那个自行车换成了一台2手的死飞自行车。死飞了解吗？死飞这种极简主义自行车啊，它追求最少的零配件，所以死飞没有闸。我曾经问过李哥，这个死飞的全称是不是死得飞快？李哥非常幽默，他说不是，是死于非命。我说那别骑了，而且他买的是一个2手死飞，你很难不怀疑1手那位曾经发生了什么。后来李哥自己也发现死飞不太好骑，所以死飞的功能就变成了李哥平时骑这个死飞去地铁口，然后改坐地铁出行。我说李哥太厉害了，你花钱买了个共享单车。李哥平时也不锁车，我也不锁车，还记得吗？我们俩这个理念不一样啊。我是不在乎，我这破车骑了13年了，哪天丢了就是缘分尽了。李哥是单纯的不信邪。所以后来李哥报警那天呢，我乐坏了，我直奔派出所。当时到了以后是一个夏天的晚上，这个时段派出所就特别像那种网红餐厅，你都得等位。它是一个治安事件的高峰期，李哥当时就拿一号跟那儿等叫号。李哥一边等号一边偷听上一桌客人的案情。看见我来他也高兴，拉着我说派出所太有意思了，咱们以后可以常来。后面这个办案的过程，警察对我们是保密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李哥的自行车真的找回来了。警察真把这事儿办成了，太可惜了，真厉害！警察把自行车交还给李哥，然后告诉他说：“你知道吗？那贼先原地学了5分钟，然后才把你车骑走。”那贼差点也死于非命。经历过这件事儿以后，我觉得李哥是终于明白了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因为他终于养成了锁车的好习惯。最近李哥打算把这个死飞给卖掉，他发了个帖子，他说出3手死飞，赠5分钟教学。我说李哥不严谨，4手，那贼也算1手。我看了眼李哥的报价，比他2手买的还高。我说李哥，生意人，你打算怎么把这个死飞给卖掉？李哥的那个话特别像一个2015年的创业者。李哥说，首先我们要讲一个自行车的故事。谢谢大家。谢谢王凯峰。喜欢凯峰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你们先缓缓啊，我相信没有人在10年之内能理解这段表演。我先问个问题，我感觉说完了吗？说完了。相对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首尾呼应的这么一个结构。那这个问问双雪涛老师，这个故事您拍在哪个点上了？是我拍在前面现挂那部分了，我觉得他那个部分很松弛，很好。但进到后边就也挺好。这个李哥的故事开头其实我还是很好奇的，那后来的最后1/3其实稍微有点溜号，但后来派出所那部分我又回来一些。因为刚才那个翟嘉玲的那个他讲得很猛嘛，你这个像一首民谣，他那个像 rock and roll 重金属。然后我从那个爆炸性的重金属过来，然后听这个随着李哥的步伐，他还骑单车，对不对 ？Yes 。
我在想，凯峰，你是不是因为你说话一直是一个节奏，你的停顿、轻重缓急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容易让大家跟着那个节奏就会有一种倦怠感。我其实也可以上劲儿，但是感觉怎么着也上不过翟佳宁。你有没有想过推一个道具来讲呢？比如推一个单车。什么道具？单车啊，单车。单车，他说。一边骑着一边讲。对，他得先学5分钟啊，他得。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你的那些风啊这些的比喻，我觉得你写这些真的是一绝，好美啊。那个风是在现挂里边的，是不是啊？风是前2天跟肉食采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的。对，这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我真的也是非常喜欢你天马的星空，你所有的比喻啊，像一个很怪的诗，从来没出现过的一个诗人写的古诗一样。但是这次就是我没有深陷在你虚弱的文风里边，但我好像在并排着跟你走，在这看。但是你的表演很统一啊，包括你的打扮，还有你讲话的方式。有一方面是我这个语言就是确实可能我看字幕到时候会再给你补个灯。对，你到时候有什么事儿你发弹幕上，然后我们一起拜读一下啊。之前大家所喜欢的可能是那种比较缥缈的，或者说是比较务虚的那种表达。然后这个故事可能对您来说太实在了，我反而想听那种关于风的解释，关于之前我们那些东西的理解，是我们对您这个人的一点刻板偏见，可能是。我会继续风的那种类型的创作。我听到那个开头，我极其期待，因为我觉得凯峰有一辆骑了13年的自行车，这种又别致又老派，或者是在他身上充满了矛盾又很合理的这么一个行为，就非常像他要写的段子。但是李哥凭什么出现在这个故事里？就对我也很期待，我以为主角是那个单车。就是大林说的，当李哥这么一种现实人物，然后又加上有这派出所的同志啊什么出现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都会写的那些小故事了，就不，我有一种不劳驾您来给我们讲的这种感觉，这有点遗憾，我是真的多少有点。本来是一个先锋表演，您给我们落实了，感觉啊，我觉得很有收获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之后就这个风格的创作啊，少写寻常故事 ，OK 的。好嘞，谢谢凯峰，谢谢。请先回到我们身边。那下面要上场的这一位，也是这一大组 PK 的最后一位，也是一位脑洞奇奇怪怪的朋友。我们掌声有请林简庆。我前几天确实是在玩，那我后几天不是在加倍的努力吗？那我在这个说后面行啊，也行啊。吸我血。躺平了。很上进，半夜都要改口。我需要一块白板。我回去。嘿。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庆啊。Hello。我总是觉得我现在是人模狗样，对，因为我原来是一个大穷鬼，穿得很破，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风尘仆仆的感觉。我当时跟朋友第一次见面，他问我：“哎，你家住哪儿？”我说：“我住火车站那边。”他说：“你是不是住火车站里边？”有一种这种气质。我记得有一次我路过上海时装周，我非常想进去看看，但我没有票。我想滥竽充数，我直接用猫步走的正门，真进去了。我当时觉得人还是得有自信，因为我走一半，工作人员就给我领进去了。他说：“师傅，拆吧。”我们晚上管饭，我说：“来了。”对，我觉得穷的时候就是生活像盲盒一样，你不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我住过一个酒店啊，非常有意思，它隔音非常差，它差到什么地步？
有一天我睡到中午，迷迷糊糊听见有人敲门，当当当当当当，请问625打扫房间吗？我说我是525啊。这个时候我听见第二个声音，问我呢没问你，进。我隔着楼层听见保洁推门，又出现了第三个声音，谁让你进我屋的呀？哎，我们3个就是需求不同，我们但凡需求一致，会像个合唱团。当当当，打扫房间嘛，进进进。太梦幻了，我感觉我住在童话里。格林童话写的不会就是格林豪泰吧？毫无隐私可言啊！但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管不上隐私。那个网上说酒店的镜子里面会有摄像头，我破罐破摔了，依然全裸。当我会在路过镜子的时候，我突然看他一眼，我要让他，他怎么知道有摄像头呢？那怎么知道有摄像头还光着屁股呢？这个男人穷的可怕呀！我觉得穷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奇怪的潇洒感。我当时用的耳机可以代表我的态度。我当时在用一个6.9块的无线蓝牙耳机，6.9块，哎呦，它都不是某果的赝品，它是华强北的赝品，假华强北，像华强。戴上那个听歌不一样了，你能听见电。但我还是觉得戴6.9块的耳机姿态很帅很潇洒，因为真的耳机丢了你会心疼，但我这个耳机丢了就丢了呗，有回听完歌我都扔了，我这么一扔它炸了，它6.9块我都当听完歌的赠送我一个摔炮。我穷的时候非常自如，我以为我挣点钱之后会更潇洒，但我会时常反而觉得窘迫。比如说这个坐头等舱的时候，哎，没有，啊，对，坐过一次，哎呀，还是跟你们说有成就感。我跟我发小炫耀，他都听不懂。我说哥们儿，我有罗永浩、杨天真微信。他说我还有何炅、谢娜 QQ 呢。坐头等舱压力很大，我觉得我不配那种无微不至的服务，对吧？空姐会蹲下来，先生给您拿拖鞋，先生给您拿的水果，先生给您拿的毛巾。我说我是不是得癌症了？你给我拿点靶向药好不好？我觉得我不配，而且这个头等舱通道我也不敢走。我觉得我一走头等舱通道，所有排在经济舱队伍的人就要停下来等我，让我压力很大，所以我也排在经济舱队尾。但是有一个老太太插了我的队。我没有生气，我反而是感觉到一种兴奋，因为他错在先，所以他给了我一种理直气壮的膨胀。人性就是这么复杂。我第一次坐头等舱，但我当时心里就4个字，我说：大胆刁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在他身后静静的等，我等下一个马上就要到他的时候，我立马闪现到头等舱通道。我拿着我手里的机票，我跟地勤说：不好意思，我是头等舱乘客。他说：好的，先生，我们先让老人先走好吗？非常羞愧，非常羞愧。而且有时候你越心虚就越添麻烦，啊！飞机刚落地，我一起身就把手机滑进了头等舱里面的座椅里。我本来以为头等舱它就是一把椅子，但那里面其实非常复杂。这个乘务长走过来，给我手机打电话确认他在座椅里面的位置，给我打了好多电话才确认。然后所有空少和空姐就蹲在那儿围着帮我掏了1个多小时，直到这个机长走过来说：我们还需要多久时间？我们要耽误后面的飞机延误。这个时候我心说，这个手机我是真不想要。手机你跟着飞吧，你以后是飞机了，你知道吗？当乘务长最后把手机递给我的那一瞬间，我非常羞愧，我发自肺腑地说：我错了，非常抱歉，实在是太麻烦你们了。乘务长说：对，对，
我感到意外，所以重复了一遍，但我又感觉我的重复像是质问，所以我就赶紧补了一句不起。我快速的红着脸跑下飞机，心里非常愧疚。但这个时候我看手机上有好多未接来电，我就给回了过去。我非常懵懂啊，直到对面说又咋的了，这位乘客呀啊！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谢谢林简七，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林简七。好，谢谢。今天林简七也变得正常了起来，好像是不是？对，可能能量是被我旁边吸走了。但还是很精彩哈。我看过他的一个视频，对，剪得很飞，猫头鹰啊，对，随着自己的意识流来不断的开花。其实事实上，零减七他大部分时间是跟自己的意识流生活在一起，所以那个才是最真的现实，那个是超现实。我怎么一个字儿也听不懂？你给他病根逗起来了。意识是都有意识，但应该是2个流，你知道吗？确实是跟以往的那个风格不是太一样。我挺喜欢的，就我很难客观的评价他，我对他说啥我都觉得挺好笑的。刚才拍的是什么？你怎么说的来着？能听见电。哦，对，他能听见电。你喜欢能听见电的呢？我觉得这就很好笑。霹雳霹雳贝的。你还瞥了我一眼，就你感觉我在干嘛？那倒没有，我觉得哦，原来马姐喜欢这样，喜欢插牌，爱迪生。我就觉得这句话很好笑啊。然后我看了一眼你没有给我认可，我就想说那行吧，那是我自己品味的问题。没有，我一看你在品味，我怕影响你。让你自己细细品味。我是拍在摔炮那儿的，对，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这词儿了。对，这是我们东北孩子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东西嘛。对，我其实那个在店那儿我也想拍来着。哦，你有共鸣是不是？对，我觉得那个还好不是我。对，但我也是看你拍了之后，我合计别打扰你独自欣赏了。但我觉得摔炮那儿我还是忍不住拍了啊。那我觉得这个题材就是穷和有钱这个题材在。好像脱口秀里挺多，我其实没有想到简七今天会讲一个常见的题材啊。对，我觉得你是一个性格很有趣，就是人本身就很有意思的东西，就会为一个实话说一个比较常见的题材也注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拍的一个原因。我其实挺喜欢他中间那一段的，就是他虽然就像双雪涛老师说的，他讲的是可能所谓脱口秀中常见的题材，但那个心态很有意思，就是都没穷的时候理直气壮，但是稍微那个好一点了之后，反而有一种心虚的，不知道就是打引号的享受这个所谓的特权的是不是应该的这个心态。这个其实，哎呀，就是要是再多给你一些时间，我觉得能深挖出来挺多东西的。我忘了刚才说，我就特别喜欢他那个大胆刁民那个梗。对，就是那些地方要是再往下走一走，也许会那个是一个很有营养的一个梗，挺有营养。对，因为我特别喜欢一个电影叫《泥醉天使》，它里边有个台词就是一个人第一次坐汽车，因为那个时候在40、50年代那个汽车也很金贵嘛，那个人坐汽车经过一个菜市场，但他之前从来没坐过，他就说一坐上汽车就觉得走路的人很蠢。我觉得跟你这个东西有异曲同工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但我觉得这个在那个段子里没有完全把它打开，敲了敲那个窗户没打开，好像有那种感觉。头等舱不让开窗户。你这时候注意安全了哈。我很喜欢的那个点是飞机，你把手机放飞机是吧？然后飞走就是飞机是吧？在中国移动啊。哦。我们单组6位朋友都请到舞台中央。率先要为大家揭晓的是翟佳宁、林典奇和王凯峰的成绩，具体票数如何，请看大屏幕。翟佳宁197，林典奇180，王凯峰146。那么3组对决的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蛮接近的哦。那按照规则，只能先请风味肉食和不宁气死你队。哎呦，
好难受的名字，请这4位先前往待定区。我特别喜欢他们俩，我不是开玩笑的。我因为去年你的我就看到了，然后今年的也就是大概1周前，我看到你那个，他们说是普鲁斯特意识流那个脱口秀，有点地球仪那种感觉，对，非常精彩，真的，对，真的非常好，对，我其实后面就有点感动了，而且你去年还穿了我们的衣服哈，对，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是不是比较奇怪，所以影响了一波脱口秀？我也是非常喜欢五条。哎呦，我坐起来了！我的天哪！其实我真的，我最喜欢的一首歌《阿炳耀》，我最喜欢这首歌，但是我不会唱，就会唱《阿炳耀》。我这个好像是我都忘高中时候，高中的时候。天哪，是不是我们的时代要来了？第一次听的时候应该是那个，当时还不知道是他们写的。我必须摆脱这些烦人的事。那就在我那个说完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然后我就会坐这儿。你这个人字拖都穿成这样。对啊，挺酷的。我冬天都穿人字拖，我特意买的带这个足弓支撑的人字拖。你觉不觉得只有人字拖才算拖鞋？那肯定了，可以为他付出青春的，可以为他付出扁平足。想什么呢？这么认真？我在想，怎么能再精进精进？哦，想要精益求精。起势，劲头得猛，突发状况。兜得住，节奏稳，张弛有度，这已经很到位了。攻防稳，这就是你拿下大王的秘诀。啥呀？我说的是你闺女。也太优秀了吧！我也有秘诀，全靠皇家美术家儿，3重针萃3D 预护，攻防稳兼备，守护宝宝强大体质。原来这也是攻防稳啊！没错，从小打好底子，孩子自然能尽情探索。